眼前這個可怕的怪物正是德川家康，他為什麼會變成這副模樣呢？相傳在德川家族爭奪天下時，將軍利用邪物召喚出了一種名叫群凶的怪物，他們的身上带着可怕的瘟疫，並且以人類的血肉為食，戰局呈現一邊倒的態勢。很快，日本便進入了德川幕府的時代。時間來到35年後，日本漸漸從戰亂中恢復，人們也終於過上了安定的生活。阿林與妹妹從小便被村裡的醫生收養，她平日裡除了幫師傅處理村民的傷口，就是照顧常年體弱多病的妹妹。可妹妹的病越發嚴重，師傅聽說隔壁的岡田村有一種治療咳嗽的神藥，將妹妹托付給村民後，他便與師傅一起朝着岡田村的方向走去。時間很快便過去了3天，就在距離目的地越来越近時，一個浑身是傷、滿臉驚恐的男人突然出現在了二人面前。本着医者仁心，阿岭剛要上前查看傷勢，男人不知受了什麼刺激，踉蹌地逃離了這裡。途中的插曲並未打亂二人的計劃，他倆很快便來到了岡田村。可詭異的是，大白天的村裡看不到一個人，地上還到處都是打鬥的痕跡，空中盤旋着的烏鴉讓阿嶺的心裡隱隱有種不好的預感。二人來到醫館，只見一具屍體倒在了血泊中。師傅剛要上前查看，卻驚恐地發現屍體的上半身竟然不翼而飛，僅從剩下的雙腿他便看出這是自己的好友仁志醫生。可誰會做出如此喪心病狂的事情？二人決定前去仁志醫生的住所查明真相。深夜，一間木屋出現在了二人眼前，可奇怪的是，門口還跪着一个男人，口中正不停地發出低沉的咆哮。不明所以的阿林走上前去，可就在这時，另一只怪物來到了他的身後，師傅躲閃不及，被推倒在了地上，小腿也被竹片刺穿。阿嶺奮力地推開怪物，這才幫師傅解了圍。二人來到木屋前，阿嶺撿起一截木頭，很快便砸穿了木板，身後的怪物越來越多。二人趕忙躲進了木屋裡，將房門死死堵住，這才鬆了一口氣。阿嶺趕忙為師傅處理腿上的傷口，可突然，畫面一轉，阿嶺終於醒了過來，只見男人滿臉驚恐地拿起一把斧子，接着跳到了二人面前，口中不停地呢喃着：所有村民都變成了吃人的怪物，他要死守在這裡，若是糧食耗盡，那就將送上門的兩人當成糧食。就在他自言自語時，阿嶺掏出一塊鋒利的石頭，開始悄悄地割起了繩子。屋外不斷傳來怪物的咆哮聲，可精疲力盡的男人還是睡了過去。見狀，師傅悄悄地詢問阿嶺：噛まれてはおらぬか？なぜですか？やっぱりなんか知ってるな。男人憤怒地來到師傅面前，逼問他怪物到底是什麼，不然就將他倆做成乾糧。危急時刻，阿嶺掙脫繩索，雙方扭打在了一起。可對方畢竟是個男人，手裡還拿着武器，阿嶺很快便落入了下風。阿嶺趕忙幫師傅解開了繩索，可就在這時，倒在地上的男人開始不停地抽搐起來，眼看其餘的怪物也即將破門而入，師傅將匕首遞給阿嶺，讓他記得一定要朝着怪物的腦袋刺去。可握着匕首的阿嶺卻陷入了一段痛苦的記憶，怪物打斷了阿嶺的思緒，師傅則抄起斧頭在一旁苦苦支撐。突然，阿嶺仿佛變了一個人，只見他拔下發簪，瞬間便洞穿了怪物的腦袋。師傅驚魂莫定地表示，這些怪物早已不再是人類，他們被稱為群凶。阿嶺還想繼續追問，可屋外出現了一隻體型堪比相撲手的群凶，好在對方不太靈活，二人趁機逃離了木屋。可師傅的腿受了傷，很快便被追了上來。這隻群凶的力量實在太大，阿嶺被死死地壓在了身下。危急時刻，與此同時，一個看似文弱的男人來到了倉本町，這裡是尋花問柳的地方。他第一次來便想要為這裡的頭牌贖身，可女人並不捨得放棄這門生意。
男人不再堅持，轉而選擇照顧他的生意。第二天一早，就在他準備離去時，心滿意足的女人想要知道他的名字。男人表示自己名叫侍郎。可女人接着說道，她認識的侍郎是個出門都要蒙着腦袋的醜八怪，只有他願意關照侍郎。可他這麼做並不是因為善良，而是想要為自己樹立一個完美的人設，或許就會有好男人相中自己。雖然最終沒能如願，可一想到那個侍郎，直到現在都覺得十分惡心。而且相傳有人看見了侍郎吃人，那段時間也確實失蹤了好幾個村民。不過很快侍郎也消失了。原來眼前的男人正是他認識的侍郎。本以為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真心對自己的人，卻沒想真相竟是如此。說完就把女人咬死了。对人類徹底失望的侍郎眼中流出血淚，原來他竟是世間唯一一隻擁有自主意識的群凶。隨着他走出房間，渾身血污的女人緊隨其後，接着朝媽媽桑的脖梗狠狠咬去。與此同時，這一幕正在無數的村落裡上演。日本的秩序即將崩潰，身在幕府中的三代家主德川家光明白，這是有人在試圖顛覆自己的統治。武士們開始集結，一場人類與群凶的戰爭即將拉開帷幕。幾名武士圍住了侍郎，看着對方一言不發，武士不再客氣。可下一秒，另一邊，瀟灑出手的男人名叫石兵衛，他本是路過這裡，卻剛好救下了阿林與他的師父。來到人質醫生的木屋裡，石兵衛敏銳地發現了異常。很快，一條密道出現在了三人面前。來到地下室裡，被綁在鐵鏈上的女人正是人質醫生的妻子，而她也早已慘死。不過角落裡的草藥才是阿林此行的目的。可就在這時，石兵衛趁二人不注意，將人質醫生屍體下的一封密信悄悄塞入懷中。突然，被鐵鏈綁住的女人扭動了起來。好在有驚無險，阿林與師父也準備返回多狐宿。或許是看上了阿林，石兵衛主動提出要護送二人回去。可返程的路上卻出現了一對父女。從老人的口中，阿林得到了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：多狐宿應該已經被團滅了。心急如焚的阿林不敢耽擱，妹妹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動力。第二天一早，三人終於趕到了多狐宿，可這裡早已成為了一片廢墟。阿林來到家門口，地上散落着妹妹的髮簪，一股不好的預感湧上心頭。屋內果然空空如也。突然，櫃子裡傳來一陣痛苦的呻吟。石兵衛掏出匕首，男人是阿林的鄰居，妹妹小時也是托付給他照看。可對方的手臂上赫然出現了一道咬痕，已經是命不久矣了。男人表示小时逃去了道場，接着便再也支撐不住倒了下去。阿林接過匕首，獨自朝着道場的方向趕去。可整個多狐宿早已成為了人間煉獄，就連小孩都沒能幸免。很快，阿林抵達了道場，這裡的武士早已變成了群凶，正漫無目的地在原地遊蕩。群凶瞬間便朝着阿林襲來，可他看似手無縛雞之力，卻身法了得，對方的每一刀都被他堪堪躲過。好在群凶的移動速度並不快，阿林將對方一把推開後，便迅速離開了這裡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小時與一個男人正躲在隔斷中瑟瑟發抖。驚魂未定的阿林剛要喘口氣，耳邊卻傳來一陣打鬥聲。只見一個女人正與群凶糾纏在一起，阿林趕忙上前，三兩下便幫對方解了圍。二人躲進了一間屋內，直到四周沒了動靜，阿林這才發現對方名叫青葉，二人曾同屬一支忍者小隊。青葉表示，德川家族組建了一支討伐軍，正在四處獵殺着群凶。可他們不只要清理怪物，那些見過群凶的幸存者們也都被殺人滅口。倉本町已經被夷為了平地，接下來恐怕就要輪到多狐宿了。顯然德川家族想要隱藏群凶的存在。突然，青葉察覺到一絲異響，他抄起一把匕首，迅速衝到屋外。
原來是師傅見阿凜遲遲未歸，見誤會解除，青葉這才放下了匕首。可一轉眼的功夫，他便不知去了哪裡。畫面一轉，男人見屋外沒了聲音，便想要從道場稍悄溜走。可就在這時，只見群凶像蛇一般爬了進來。小石剛想要拉男人一把，卻反被對方抓住。小石用盡全力，這才將群凶推開。狹窄的環境中，對方難以轉過身來。小石趕忙趁機逃了出去，可道場早已被群凶佔領，被怪物發現不過是時間的問題。另一邊，阿凜突然聽到一陣慘叫聲，他與師傅趕忙上前，只見那個將小石推給群凶的男人已經被撲倒在地。此刻的阿凜只覺得五雷轟頂，失去了精神支柱的他，就連群凶朝他襲來都无動於衷。危急時刻，好在師傅及時出手。失去了妹妹，阿凜覺得也沒有必要再保守自己的秘密了。原來他從小便被頭領訓練成了忍者，專門做着暗殺的工作。可15年前，在一次處理叛徒的時候，對方留下了一個小女孩。奇怪的是，頭領並沒有趕盡殺絕，而是讓阿凜將她培養成忍者。經過1年多的相處，女孩的天真與善良讓阿凜漸漸明白，生命並不是首領口中的草芥。可就在某一天，原來頭領為宇喜多家族效力，在關原之戰後，他們被德川家族打敗，一直都在暗地裡積蓄力量，而他們並不會養一個沒有戰力的女孩。最終，阿凜選擇背叛家族，而是帶着小石一路逃到了多狐宿。善良的師傅收養了2人，緊接着阿凜便告別了師傅。既然小石已經死了，那他便要屠滅群凶，為妹妹報仇。另一邊，回到醫馆的師傅發現石兵衛趁2人不在，正在翻箱倒櫃地尋找着什麼。師傅顫顫巍巍地拿着武士刀，逼問對方的目的。原來在人质醫生家的地下室裡，那封信上的內容正是關於猴爪的秘密，而師傅剛好出現在那裡，並且對群凶了如指掌，顯然與群凶的再次現世脫不開關係。師傅還想狡辯，奈何雙方的武力差距實在太大。師傅這才明白過來，眼前的男人便是效力於德川家族的劍聖柳生十兵衛。另一邊，小石被群凶團团圍住，他舉起一塊竹盾，試圖突圍出去，可本就體弱多病的他哪裡是群凶的對手，很快便被撲倒在地。危急時刻，侍郎路過了道場，可半人半屍的侍郎卻只是在一旁默默地看着。沒想到侍郎還是出手了。就在小石想要以身相許報答對方的救命之恩時，侍郎卻開口詢問他是否認識一個名叫袁三郎的醫生，而那正是小石的師傅。時間回到1個月前，此時的侍郎被當成怪物圈養在一間柴房中。可這天中午，他的養父人質醫生卻突然將他放了出來。原來人質醫生的妻子早已是病入膏肓，喪心病狂的他竟想要讓侍郎將妻子轉化成群凶。他幻想着妻子被咬後也能像侍郎一樣保存意識，可這顯然是天方夜譚。看着溫潤的脖颈，嗜血的本能還是佔據了上風。果然，女人變成了沒有意識的群凶，只剩下了進食的天性。而人質醫生竟將他的患者诱騙到家裡，當成了妻子的口糧。可其中一個患者逃了出去，侍郎也趁機擺脫了控制。畫面一轉，小石這才注意到侍郎擁有一顆藍色的衣瞳，可單純善良的他並未被他的外貌嚇到，反而貼心地為他擦去臉上的血漬。得知對方和自己一樣都是從小被父母拋棄的孩子，小石提出要和他結伴而行。另一邊，阿凜也趕到了道場，可地上除了橫七豎八的幾具屍體外，哪裡還有小石的身影？他瘋了一般的朝着森林深處跑去，卻意外撞見了正在河邊休息的2人。姐妹倆緊緊地擁抱在一起，可阿凜很快便發現了眼前的陌生人。在得知對方是來尋找自己的師傅，毫無防備的他便要返回醫館。小石順勢牽住了侍郎的手掌，從未感受過溫暖的他，內心湧起了一股別樣的悸動。回到鎮上，這裡早已是人間煉獄。可奇怪的是，師傅被柳生十兵衛綁在了路中間，這顯然是一個陷阱。侍郎讓2人趕緊離開，說完便不知去了哪裡。小石撿起地上的鐮刀，便要衝上前去。緊接着，柳生十兵衛走了出來，
他看上了阿凜的身手，可阿凜並不愿成為德川家族的走狗。見狀，石兵衛讓手下殺人滅口。可就在這時，迷霧中出現了一道人影，而他正是自己此行的目標。阿凜趕忙趁機去幫師傅解開繩索，而被侍郎咬傷的武士此刻也已經變成了群凶。侍郎的戰鬥力同樣不低，與石兵衛的交手絲毫不落下風。石兵衛並不知道自己的手下早已變成了群凶，三人找到機會躲進了屋內。可屋外的侍郎漸漸落入了下風，越來越多的武士朝這裡趕來，侍郎只得避其鋒芒，虛晃一招後迅速脫離了戰場。可眼下小石的哮喘再次復發，雖然有了藥物的壓制，可眾人躲在屋內也不過是瓮中之鱉。就在這時，侍郎走進了房間裡，接着竟溫柔地幫師傅綁起了腿上的傷口。原來就在侍郎被圈養起來時，只有師傅將他當成人來看待，而這份善意成為了支撐他活下去的信念。可這些年來，他一直都在疑惑。見狀，師傅終於不再隱瞞。時間來到31年前，時任大將軍的德川家主得到了一件名叫猴爪的邪物，相傳他能夠創造出不死的士兵。可師傅在屍體上做了無數次的實驗，對方都變成了沒有意識的群凶。直到德川家主生下了一對雙胞胎，為了避免將來奪嫡之爭，其中一個孩子很快便被秘密處理掉了。喪心病狂的德川家主更是將屍體送到了師傅的手中。雖然良心飽受折磨，可師傅還是做起了實驗，只是這回孩子不但復活了，並且還保留着意識。這一幕剛好被下人看見。就在他準備將此事告訴家主時，師傅出手打暈了對方。他明白這個男孩必然會造成生靈塗炭，可又實在不忍心對一個嬰兒下手，於是師傅將他托付給了人質醫生，為了避免被德川家族的武士找到，這才為他戴上頭套圈養了起來。就在侍郎感動之際，一陣煙霧飄了進來，原來石兵衛準備用火將他們逼出來。師傅決定自己去吸引對方的注意，讓其他人趁機從後門離開。可侍郎覺得這一切都是因自己而起，在得知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後，就算是死也值了。可師傅卻說自己和人質醫生的夙願都在你的身上，你這副身體一定隱藏着什麼玄機，說不定還能提取出可以治癒萬病的靈藥。這番話頓時讓侍郎明白過來，原來自己在師傅的心中不過是一個成功的實驗體罷了。對人類徹底失望的他眼中流出血淚，察覺到不對的阿凜趕忙衝進屋內。先生，侍郎一把推開師傅，接着獨自走出了屋外。只見他緩緩拔出武士刀，徹底拋棄人性的侍郎強大無比，被他殺死的士兵變成群凶又站了起來。與此同時，被咬傷的師傅也即將變成群凶。他強撐着最後一絲清醒，撿起地上的匕首，狠狠插入腹中，想要為自己的前半生贖罪。看着對方痛苦的模樣，阿凜只得承擔起了借錯人的職責。可血腥的一幕卻喚醒了小石深埋心中的記憶，他的父親當年就是被阿凜這麼殺死的。沒想到養育自己多年的姐姐竟是殺父仇人。面對拔劍相向的小石，此刻阿凜無論如何解釋都無濟於事。而另一邊，隨着武士不斷被侍郎轉化為群凶，石兵衛漸漸開始寡不敵眾，就連眼睛也被刺瞎了一隻。可隨後侍郎捅出的一劍，竟然誤傷到了小石。直到小石倒了下去，阿凜這才回過神來，他拼命地捂住傷口。可這刺穿心臟的一劍還是帶走了小石的生命。就在他痛苦萬分之際，殊不知一隊忍者已經殺了過來，而他們正是阿凜曾經效力的組織。原來首領想要借助亂世，一舉推翻德川家族的統治。隨着妹妹被侍郎殺死，阿凜想要找對方報仇，卻被石兵衛攔了下來。畢竟活着的侍郎才具有研究價值，卻沒想侍郎趁機掙開束縛，逃離了這裡。心如死灰的阿凜想要隨妹妹而去，卻被石兵衛攔了下來。
女の解釈はしないんだわ。任務失敗的石兵衛回到江戶川，失去信任的他被派去了一個名叫陳村的地方。那裡的群凶已經討伐完畢，只剩一些被關押的女性囚犯在幫忙做一些善後的工作。無奈的石兵衛不敢違抗命令，等他來到陳村才發現德川家族的首席醫生千米也在這裡。他將群凶的屍體切碎後熬在一口大鍋裡，只為從中提煉出跨越這個時代的靈藥。這讓一旁的石兵衛只覺得一陣惡心，但這對女囚來說卻是一份肥差。只要成為了醫生的助手，也就意味着距離出獄不遠了。可到了深夜，女囚們卻突然拿起草席，接着蓋在對方的身上，便開始拳打腳踢起來。畢竟看不得別人比自己過得好。到了白天，女囚們需要四處搜尋漏網之魚，可阿凜自從來到這裡便一言不發，哪怕遇到群凶都沒有絲毫的恐懼，顯然是不想再活下去了。善良的李美將這一切看在眼裡，於是她偷了一塊饅頭，想要勸阿凜好好活下去。可偷竊的行為很快便被發現了，雙方扭打在一起，李美胸前的吊墜掉了出來，阿凜看了一眼便迅速地收進了懷裡。等到一個沒人的角落，阿凜將刻着十字架的吊墜還給了他。原來李美是一名基督徒，但在幕府時代，信仰上帝可是殺頭的罪行。另一邊，鬱悶的石兵衛只覺得渾身戾氣無處發洩。可就在這時，手下突然來報，疑似侍郎的人在木里村出現了。畫面一轉，被打得渾身是傷的女囚照例將群凶的肉塊放進大鍋裡熬煮。只是自從接觸了這項工作後，她的身體開始變得越發虛弱，就連鼻孔裡也時常流出一些奇怪的液體。今天的午餐出乎意料的豪華，女囚們興奮地發現自己的碗底竟然都有一塊排骨，接着便迫不及待地大快朵頤起來。牢房中的大姐早就對高冷的阿凜心懷不滿，她將碗裡的食物倒在了地上。無法忍受的李美想要為阿凜打抱不平，兩個女人扭打在了一起。可突然，李美的吊墜落在了地上，女囚們像是聞見了血味的鯊魚一樣，接着便迫不及待地宣布李美的死刑。可阿凜卻一把奪過吊墜，接着遞給了對方，這讓大姐找到了報復二人的理由。女囚們一擁而上，將他們綁在了一起。與此同時，焦慮的石兵衛終於得到了手下的消息，他們確定了侍郎就在木里村。可就在他急不可耐地準備出發時，另一邊，阿凜與李美被綁了起來。可突然，牢房裡傳來一陣尖銳的狂笑，只見醫生的助手轉過身來，滿臉的鮮血與詭異的笑容，嚇得眾人不敢動彈。緊接着，他將腦袋朝着牢房狠狠撞去，仿佛感受不到疼痛一般，直到徹底沒了呼吸。還沒等阿凜反應過來，女囚們的身體開始不受控制地抽搐起來，顯然剛剛喝下的湯裡被加了群凶的肉塊。就在這時，門外的獄卒也察覺到了牢房裡的動靜，毫無防備的二人自然成為了群凶的口糧，這為阿凜與李美爭取了一點喘息的時間。可被捆住的二人也遲早會被吃掉。危急時刻，石兵衛趕到了這裡，他使用手中的短刀，迅速地解決掉了幾隻群凶，接着來到阿凜身邊為他鬆綁。阿凜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可即便只有1/1000的可能，他也會選擇放手一搏。下一秒，阿凜接過石兵衛遞過來的尖刺，瞬間便洞穿了幾隻群凶的脖子。可就在這時，醫生千米走了進來。石兵衛讓他趕緊前往木里村，若是被討伐隊提前趕到，死而復生的小石必然會被當成實驗體帶走。阿凜不敢耽擱，趕忙離開了牢房。很快，這裡便燃起了熊熊大火。阿凜正朝着木里村趕去，可突然，李美只覺得鼻子有些癢，接着一團綠色的液體流了出來。阿凜好不容易在這亂世下結交了一個朋友，可他還是不得不結束對方的生命。在得知小石可能還沒死，阿凜趕忙朝着木里村趕去，可途中到處都是喪屍的身影，顯然喪屍已經到了爆發的邊緣。來到木里村，耳邊突然傳來念誦聖經的聲音，這裡的人早已將侍郎當成了上帝的化身，村民們瞬間便警覺了起來。阿凜趕忙告訴眾人，自己是李美的朋友，可惜對方已經死了。就在這時，
一個男孩崩潰地衝了出來，原來他正是李美的孩子。村長這才對阿凜放鬆了警惕，得知他是來尋找侍郎的，村長帶着他來到了一處偏僻的別院，打開房門，只見一隻群凶宛若耶穌一般被綁在了十字架上。村長表示，侍郎來到木里村時還帶着一個早已死去的孩子，當着所有人的面，他的口中不斷念動着聖經的片段，接着眼睛流出一滴血淚，落入了小石的口中。自此之後，村民們将他当成了神明的化身。可阿凜更加關心的是二人现在去了哪裡。村長表示，侍郎在2天前被討伐隊的武士抓走了，小石則逃去了海鷗町。得知了妹妹的下落，阿凜收拾一番後便要離去。可就在這時，討伐隊再次捲土重來，村民們趕忙將家中的神像與十字架藏了起來。武士掏出一張懸賞令，上面的人正是阿凜。村長表示，這幾天並沒有見到過陌生人，可在這個人命如草芥的時代，武士拔出腰間的佩刀，便準備殺雞儆猴。躲藏在暗處的阿凜再也按捺不住，阿凜默默離開了這裡，村民們則將武士綁了起來，接着將3人推進房間。此刻的他們還不知道自己將要面對什麼。隨着一陣咆哮聲響起，一隻恐怖的群凶朝着3人緩緩走來。畫面來到江戶川，石兵衛終於將侍郎抓進了牢房裡。可等到他走後，侍郎的關節開始啪啦作響，身形也縮小了一圈。深夜，德川家族3代將軍德川家光突然聽到一陣腳步聲，透過簾子，只見侍郎正端坐在對面。德川家光讓妃子先行離開，接着便來到了侍郎面前。他也一直想見見自己的親兄弟，二人的身份早已天差地別。侍郎成了禍亂天下的根源，活得如同牲畜；而德川家光雖然貴為大將軍，卻只能為了責任而活，從未感受到一天的自由。另一邊，石兵衛來到牢房，獄卒早已變成了群凶。很快，石兵衛衝進房間，侍郎將刀架在德川家光的脖子上。他只想要過正常人的生活，只要放過自己，今後他不会再将人類當成食物。德川家光答應了他的請求。石兵衛只得不情願地將武士刀收回了腰間，可臨別之際，侍郎卻突然表示：この城には軍教がいる。だいぶ古い匂いがする。気をつけた方がいい。第二天一早，德川家光將乳母與首輔召集而來，二人一直在暗地裡把持着朝政，眼看對方還想繼續遮掩，憤怒的德川家光拔出武士刀，架在了乳母的脖子上。眾人走進了一條幽深的密道，越是深入，屍腐的味道便越發刺鼻。來到牢房裡面，乳母與首輔徑直跪了下去。只見一隻群凶正啃食着女人的身體，德川家光這才發現對方正是昨晚為自己侍寢的女人。下一秒，渾身腫脹的群凶艱難地轉過身來，雖然對方的面部已經無法辨認，可這身鎧甲已經說明了對方的身份。另一邊，阿凜正朝着海鷗町趕去，只見一個女孩坐在路邊，而她正是自己心心念念的小石。阿凜興奮地走上前去，卻注意到了對方嘴角的鮮血。就在這時，身旁的群凶站了起來，跌跌撞撞地朝着阿凜襲來。來てくれたの？あなた話せるのね？化け物になっちゃった。小石來到河邊，洗淨嘴角的血漬，變成群凶後，倒是意外治好了他的咳嗽。只是他的內心變得嗜血起來，無時無刻都在想着吞噬新鮮的血肉。可阿凜卻還是從身後抱住了他。無論小石變成了什麼，他都是自己唯一的親人。阿凜跪了下來，他想要為當年殺死小石的父親道歉。而死過一次的小石也終於理解了阿凜這些年的付出。就在結局朝着皆大歡喜的方向發展時，領頭的男人表示，只要將小石交出來，那麼他就會放阿凜離開。眼下寡不敵眾，危急時刻，幾道劍矢突然襲來，
一道熟悉的聲音出現在阿凛的身後，眼前的女人正是他曾经效力的首領。有了小石这個籌碼，距離他們推翻幕府的統治只剩一步之遙。眼前這具肥胖的喪屍，竟是開啟幕府時代的德川家康。可下一秒，他的孫子走上前去。德川家光表示，他的時代早已過去，現在的自己絕不允許還有群凶留存於世。緊接着，他便下令讓士兵衛前去追殺侍郎，這樣就能永絕後患。另一邊，阿凛與小石也被首領圍困了起來。原來二人之間的關係並不簡單。可由於阿凛背叛了忍者組織，即便是自己的親生女兒，也要被明正典刑。而在此之前，首領也終於說出了自己的真實目的。原來這一切都不過是一樁買賣。他們知道，憑借自己的力量根本無法與德川家族抗衡，而葡萄牙的商人卻對群凶十分感興趣。他們開出了一筆足以買下半個日本的報酬，只為得到一隻像侍郎那樣的群凶。而如今，小石顯然也能夠滿足要求，阿凛不願坐以待斃。他的本事皆來自於母親，他沒有一絲的勝算，更何況剛剛的匕首上還被淬了致命的毒藥。很快，阿凛便徹底沒了呼吸。首領帶上小石，毫不留情地離開了這裡。不知過了多久，看着一旁被放出的毒血，阿凛疑惑侍郎為何要救下自己。原來對方在前往海鷗町的途中，剛好遇見了奄奄一息的阿凛，這才順手救了他。可阿凛卻拔出了武士刀，他覺得是對方從自己的身邊奪走了小石。可侍郎表示，小石已經決定和他一起前往海鷗町，離開這個國家生活，還說自己會把小石找回來。說完，侍郎便快步離開了這裡。畫面一轉，小石被牢牢綁住，等待着葡萄牙商人的船只。可很快，侍郎便孤身一人徑直走了過來，接着他拔出腰間的武士刀，準備帶走小石。可下一秒，數名忍者從暗處衝了出來，將他團團圍住。原來小石不過是一枚誘饵，看着即將到手的巨額財富，首領樂開了花。可就在這時，忍者青葉突然察覺到了一陣腳步聲，原來是石兵衛帶着討伐隊也趕到了這裡。眾人只得先行撤退，留下一些炮灰來拖住對方。二人被帶到了一座隱蔽的房間裡，侍郎突然發現陰影中正藏着一道人影。原來放心不下的阿凛還是一路尾隨了過來，他用匕首悄悄為二人鬆綁，可下一秒卻被警衛察覺。看着小石嗜血的模樣，阿凛只覺得心如刀絞。三人趕忙離開了這裡。等到首領回來，除了散落一地的繩索外，數只群凶早已將他們團團圍住。首領抓住青葉，將他擋在了自己身前，尖叫聲頓時吸引了石兵衛的注意。可這座院子裡早已遍布群凶，他只得帶領討伐隊苦苦支撐。另一邊，侍郎帶着小石一路躲藏，終於來到了碼頭附近。可阿凛卻將武士刀架在了對方的脖子上。他明白，只要侍郎不死，小石和他在一起就永遠過不上安寧的生活。可小石卻攔在了二人中間。阿凛的愛太過窒息，他只是希望自己的人生不再被別人束縛。可就在這時，二人趕忙扶起侍郎，躲到了一間廢棄的房子裡。可沒過一會兒，首領拿着火铳便尋了過來。此刻，阿凛不願再這麼躲藏下去，他要親手做掉對方，為小石博取一線生機。阿凛不再猶豫，將匕首狠狠刺入了對方的身體。大勢已去的首領讓他趕緊殺了自己，可阿凛並不想髒了自己的手，更不願背負弒母的惡名。另一邊，三人被石兵衛攔住了去路，阿凛毫不猶豫衝了上去。這是他能為小石做的最後一件事情了。石兵衛本就對阿凛心存好感，只得眼睜睜看着侍郎逃離了這裡。就在這時，無數的群凶出現在身後，將他們堵在了巷子裡。二人只得拼盡全力，想要殺出一條血路。可即便是本劇的戰力天花板，石兵衛的體力也在不斷的揮砍下急速下降。二人只得且戰且退。可稍不留神，石兵衛還是被身後的群凶撲倒在地，被身後的阿凛救下。此刻的阿凛還在苦苦支撐，可群凶像是潮水般湧來。突然，阿凛呆愣在了原地，
自己的手臂居然被咬了。阿岭抽出手臂，接着瘋了一般的冲出房間。失去力气的他最終癱坐在地上，看着不遠處宛若行屍走肉的群凶。他不希望自己也變成這副模樣。阿嶺將武士刀抵住了自己的脖子，可一想到未來還有機會再次見到小石，他將武士刀調轉方向，毫不猶豫地斬斷了自己的手臂。面對襲來的群凶，他榨乾了最後一絲力氣，憑借獨臂殺出了一條血路。畫面一轉，逃了一整晚的二人終於抵達了海邊，見到了接應的船夫。可是狼卻在此刻因為失血過多倒了下去。他明白自己已經無法完成接下來的旅途了。在與小石告別後，侍郎咽下了最後一口氣。沒過多久，石兵衛也趕到了這裡。歷經千辛萬苦，他終於是完成了德川家光的任務。而阿嶺則眺望着遠去的一葉扁舟，在心中與小石做了最後的告別。故事的最後，阿嶺與石兵衛坐在草地上，二人一個失去了眼睛，一個失去了手臂，或許注定未來的命運會交織在一起。